许上去，不许到上面去。你是谁呀？我住在这儿，我是这儿门卫的儿子。过去我也住在这儿，那儿就是我坐的地方。你是谁？我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啊。我是爱新觉罗溥仪，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。我的一生如漂泊在时代洪流中的孤舟，历经风雨，起起落落，回首往事，竟不知从何说起。那是1908年的某个夜晚，我当时仅是一个3岁的孩童，却在睡梦中被粗暴地唤醒，懵懵懂懂地被带入了那座宏伟而冰冷的紫禁城。小溥仪，你听着，我立你为4皇帝，继承大清的皇位。我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就被推上了那至高无上却又无比沉重的龙椅。登基大典上，群臣的3跪9叩，那如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，在我听来却如同遥远的梦呓。我只对角落那蝈蝈的叫声充满好奇。蝈蝈在哪儿？皇上，他是我的宝贝儿，现在臣把他献给皇上了。当我看到那被囚禁在木罐中的蝈蝈时，未曾想到我的一生竟与他如此相似，都被困在了命运的牢笼之中。在宫中的日子看似锦衣玉食，实则孤独无比。我虽贵为皇帝，却连回家见母亲的权利都没有。每当思念如潮水般涌来，我只能在乳母温暖的怀抱中哭泣。她是我在这冰冷皇宫中唯一的温暖慰藉。然而命运总是如此残酷。7年之后，当我终于被允许与家人见面时，我却发现自己对生母的模样已经模糊。还记得我吗？不记得。母亲带来了我的弟弟仆杰，他是我儿时唯一的玩伴。不久后，乳母也被那些心怀鬼胎的太妃们偷偷送出了宫外。我拼命地追赶，那深不见底的红墙仿佛永远没有尽头。我声嘶力竭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去。二那一刻，我又失去了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。然而现实的残酷远不止于此。溥杰的一番话如同一把利刃，刺痛了我自欺欺人的心。你不再是皇上了，如今有一个新皇上，他把辫子剪了，他也不坐轿子，他坐汽车。你说什么？我看到宫墙外那个崭新的世界，袁世凯坐在汽车上，威风凛凛，而我却被困在这宫中，如同被囚禁的困兽。我痛恨这一切，痛恨这头上的辫子，痛恨这困住我的紫禁城。陈师傅，我还是皇上吗？在宫里，皇上永远是皇上，可在外面不是了。1919年，庄士敦老师的到来，如同一束光照进了我黑暗的世界。他带来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，让我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我向他询问关于死的问题，因为在这宫中，我感受到了太多的阴谋与危险。宫外的游行示威声让我意识到，我虽有皇帝之名，却无皇帝之实。我渴望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可那扇紧闭的宫门却永远将我拒之门外。我甚至连生母去世都无法去见最后一面。那一刻，我将手中的小白鼠砸向门板。我知道，我和这只老鼠一样，都是被囚禁的可怜虫。我要出去！你这傻瓜！后来我成婚了，可这婚姻也并非我能自主选择。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秀，他们的到来并没有给我带来真正的幸福。我渴望自由，渴望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我甚至准备逃跑去读牛津大学，可庄士敦老师说，成婚后便能当家做主。新婚之夜，婉容的现代做派让我有些意外。我以为生活或许会有新的开始。成婚后，我试图改革，我割断了辫子，想要摆脱这封建的束缚，可一场大火将一切都毁了。太监们的贪婪和恐惧让我下定决心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宫。我以为这是我走向自由的第一步，却不知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。1924年，冯玉祥的军队闯入宫中，我被限时1小时离开紫禁城。我感到无比的屈辱和害怕。我离开了那个囚禁我多年的地方，却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。我开始与日本人勾结，
以为他们能帮助我重建帝国，恢复我往日的荣耀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是一个更大的陷阱。文秀提出与我离婚，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个被离婚的皇帝，这让我颜面扫地。而表妹川岛芳子带来的皇陵被挖的消息，更是让我对国人彻底绝望。我不顾所有人的反对，走上了叛国之路，成为了日本人的傀儡。中华民国完全违背了对清室的优待条件，民国军队把我的祖坟都给挖了，中国已经背弃了我，我要复辟我的帝国。在满洲国的日子，我如同行尸走肉，每天签署着日本人制定的各种条约，看着这片土地在战火中沦为人间炼狱。婉柔染上了大烟，她腹中的孩子也不是我的，我感到自己被整个世界所抛弃。我想要反抗，却发现自己早已无能为力。一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，我被苏联俘虏。5年后，我以战犯的身份回到祖国。在看守所的10年，是我人生中最黑暗却又最深刻的一段时光。我从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皇帝，开始学习如何系鞋带、扣扣子，如何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生活。所长的耐心教导和关怀，让我逐渐放下了心中的戒备和傲慢。我看着曾经的大臣们，看着这个世界的变化，我知道我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。终于在53岁那年，我获得了释放，我成为了一名花匠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我用自己的第一笔工资买了故宫的门票。当我再次踏入那座熟悉又陌生的宫殿时，一切都已物是人非。我看着那曾经属于我的龙椅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我已不再是皇帝，也不再是囚徒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老人。我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荣华富贵与坎坷磨难，我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，也在时代的洪流中挣扎前行，就像那只在蝼蚁下面尘封几十年的蝈蝈。现在它自由了，我也从封建帝制的观念和历史的枷锁中得以解脱。